這一集不只是個減重記錄，更是一個萬用的備餐指南。不管你要不要飲控，都應該這樣子開始改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ris。現在時間是2025年的3月6號，我要來為我的減重之旅做一個記錄。沒錯，我要開始減重了。那各位這3年應該會發現我的體重有明顯的起伏。原本胖了又瘦，瘦了又胖。那我這一次想要減重的原因，主要是健康方面。我現在已經42歲了，所有的身體素質開始急速的下降，各方面都亮紅燈。上次裡面健檢居然膽固醇過高。那最近這2年特別容易出現體力明顯不支，然後注意力不集中，還有特別容易感到飢餓。那這一點很可怕，特別是容易發生在白天。比如說我中午吃了，可能2、3點還不餓。那通常下午過後，大家會有點小餓，想要吃點東西嘛？我不會，我就是處於一個好像吃飽飯的感覺，沒什麼。但是呢，可能到了4點、5點，會突然有一個斷崖式的飢餓感，還是突然就餓了，整個人會發暈，有時候嚴重是會手抖。那為了預防疾病亂投醫，或者是自己上網 Google 當醫生，我決定呢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。我要到初日診所找我的好朋友李醫師，請他協助我做一個全身的改造，做一個減重計劃。走吧。大家好，李医師，好久不見。Chris， 最近還好嗎？還好啊，胖了點而已啊，就只有一點點而已吧。為什麼會用到204？哇，對，我們去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，怎麼會到200？膽固醇的代謝跟你的體質比較有關係，但是呢，食物裡面的膽固醇對你來說就變得很重要，梅花肉、牛小排、五花那就不太適合吃。好，另外就是會香的、酥的、脆的那種炸过被烤過的，可能都會有一些反式脂肪，可能會造成膽固醇的上升，那就不能再吃了。好。好了，不囉嗦，直接看成果如何，差很多吧？這個臉都尖回來了，以前那個肥肉感那個雙下巴感覺，下巴少1層了啊！這是我經歷了4個月2個療程，體重從原本的87公斤減到現在74公斤啊，腰圍也整整少了13公分，成果非常好。看我原先的體態，你看整個側面肚子都是凸出來的，然後整個下巴多了1層，前後對比效果差非常多。之前穿不下的褲子我都留着，現在都穿回來了。皮帶也整整倒退了4個洞啊！我原先以為減重門診不就是開個藥給你吃叫你少吃甜的、炸的那些垃圾食物，但沒想到比我想象中還嚴格啊！看看這份檢驗報告，我不只是胖而已啊，血糖高、尿酸高、膽固醇高，我已經從原本高3那個風流倜儻的少年變成3高中年了。不過沒關係，發現問題就解決問題，解決不了問題就解決有問題的那個人。我知道很多飲控的人最大的難關就是採買，因為你在飲控期間，你得大量下廚，以攝取足夠的蛋白質跟蔬菜。馬加油，你要買很多的菜跟肉，蔬菜是實價，產季的蔬菜總是最便宜，那蛋白質就是魚跟肉嘛，這2樣總是最燒錢的。我們不能像餐廳一樣大量採購壓低成本，你沒開餐廳，人家也不見得會賣你，這也是我離開餐廳後最大的痛點之一。那這一集我之所以會稱作我終極備餐指南呢，是因為我會帶你們跟我一起去採買。除了讓你們省荷包之外呢，還有針對飲控過程大量備餐的應對方法，讓你們能加快出餐速度，還能降低料理门檻，在飲控過程也能吃得非常美味，甚至比你以前煮的還好吃。好，不聊了，現在凌晨1點，我們準備出發買魚了。不要懷疑，還沒有睡覺，走吧，買魚去。蛋白質最佳的來源之一，魚肉。很多人覺得魚肉很貴，對吧？但其實魚肉比你想象的便宜哦。
因為漁港是少數你可以買到第一手食材的地方。這裡是南部最具代表性的前鎮漁港，台灣北中南都有像這種大型的批發魚市場，多數都在半夜或凌晨開始營業。一是漁船的作業時間，二是確保從卸貨到拍賣的流程順暢，三則是為了保持魚體鮮度，避免受到氣溫影響品質。其他遠洋漁貨也會依照拍賣時間的時程安排靠港。嘿，我剛尾隨他，我跟着他一起過海。來漁港買魚，你必須得帶個保冷箱。市場附近一定會有這種冰車，提供碎冰給商家保冰，這很重要哦。可以。任何魚類，特別是我要買來做生食的，更得要注意全程低溫。買日中午、早上，沒問題，我出個。鮭魚。可以啊，你要什麼菜？7到8的。7到8的。哎，挪威的。挪威鮭魚都是走冰鮮空運來台灣，也就是殺完直接打碎冰就上飛機了。所以只要看到攤位上都是這種特別長的保麗龍箱，那就是賣鮭魚的。3226。等一下我記一下。在漁港的計價方式，公斤、台斤都有。購買前最好先問清楚。想記賬也可以直接翻拍傍身畫面，或者請攤主開單子。謝謝你。注意看，這種台面上有各種細長的專業刀具，而且後面還有一台冷凍貨車的，那就是賣鮪魚的攤子。鮪魚因為鐵質含量高，更容易氧化，所以對低溫需求特別高。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品種，總之全年都有。這削下來有在賣嗎？有，700塊而已，買的超級便宜。而且前面這些削下來的血和肉跟筋還會便宜販售，超級便宜。你們在菜市場看到的魚都是漁港批回去賣的，所以你在這裡買到的價錢也會是第一手，鮮度也是第一手的。日本料理店的師傅也來這邊買魚的。通常魚買好，我會回頭去找冰車把冰打滿，回家先睡覺，早上起來再殺，就不會這麼累了。台灣一年四季都能買得到鮪魚哦，除了4到6月最有名的黑鮪魚季之外，其他時間都還有黃鰭、大目或長鰭鮪。而且只要選對部位，你會發現它超級便宜。像這種背部的刺身，每公斤大約落在400塊左右，而且損耗超級少。我們只需要把這些深色的血和肉修掉。血和肉味道比較重，不適合生食，但是它營養價值很高，煮熟了很好吃。像外觀能看出來，這些銀白色條紋的都是筋，分布的部位都比較集中，直接整塊修起來就好了。作為生食，它們當然難以下咽，但是它們煎熟以後非常好吃。魚的筋跟牛的筋不一樣，只要稍微加熱就變得非常軟 Q。好啦，鮪魚的分切就這樣子而已，而且幾乎談不上什麼損耗哦。那些帶筋的就是熟食用，超好吃。修下來這點皮甚至還不到100公克。鮭魚是本節目的老朋友了，也是飲控族群的最愛之一。詳細的開魚流程，請點擊右上角觀看。比起鮪魚刺身，鮭魚有着更多的香氣以及油脂感，一樣是生熟皆宜，而且在漁港買的價錢大約落在每公斤400到500不等。就算你到不了漁港，也能請熟識的攤商幫你拿貨，頂多每公斤賺你50塊，但這得考驗你的social能力哦。我就幹過這種事。雖然比起鮪魚，鮭魚的損耗看起來比較多一點，但其實這些魚骨跟魚頭烤過，把肉剝下來用途也很多，譬如撒在沙拉上面，或者拿來做茶泡飯。天剛亮，採買還沒結束，繼續帶你們到第一手買蔬菜的地方。全台各地都會有蔬果批發中心，慶幸的是他們比漁港還多，但共同點是你還是得早起，因為這可以買到最新鮮的蔬菜。而且都會有專門的攤位，譬如堆得跟小山一樣高的高麗菜，還有專門賣蒜頭，以及豐富的葉菜類專區。不用帶紙，不用帶紙。很好，很好。好，謝謝。連綠竹筍也有剝好燙熟的，買回家就可以直接吃。在這種大型的批發市場，你很難想象可以買到多便宜的菜。像這個健身族群最愛的青花菜，不論季節，平均1顆都比超市的便宜10到20塊。當然也有我最愛的生菜類，生菜我會建議至少買2種顏色，綠色搭配一個紫色，這種我們俗稱紫紅生菜或紫包心，跟你們常見需要刨絲才能吃的那種紫高麗不一樣哦。紫紅生菜的葉片比較薄，撕小片就可以吃，優點是配色好看，補充花青素，而且超級耐放，缺點就是貴，但通常這種深色的菜都比較苦，所以相對用量少，自然就可以用很久。
洗好的鮮花菜用脫水機脫乾，用夾鏈袋分裝好密封起來，至少可以放1個禮拜哦。這包是我放10天的極限測試，前面已經開始明顯發黑，其他部分看起來狀況不錯，削一削就可以吃了。但沒事，不要把菜冰這麼久啦，提供給需要大量備餐的人參考嘍。如果你不用接澱粉的話，我超推這一種澳洲馬鈴薯，皮薄又滑嫩，小小顆的很好控制分量，一次煮起來可以放1個禮拜，超方便的。冷卻後用夾鏈袋保存放冰箱就好，而且煮熟再冰過的馬鈴薯，口感會更加細緻滑嫩哦。飲控常用的牛肉還有雞胸肉，我實在想去，還是推薦你到美式賣場，畢竟原塊牛肉的 CP 值還是有壓倒性的優勢，而且你在美式賣場買到的牛肉價格已經不輸餐廳通路了。雖說我也愛去傳統的肉類批發市場，但那個環境，估計會勸退你。比起開放而且有海風吹拂的漁港，肉類批發市場的味道比較濃郁一些，當然價錢也比較甜。期待將來地方政府跟中央可以幫忙改善哦。以上採買過程不用擔心要半夜買到白天這麼硬哦，因為你不會這麼衰，在1天之內冰箱全空吧？各位依照需求量力採買吧。順便多帶點冰塊回來哦，待會雞胸肉用得到，先賣個關子。所以買肉也得早點出門，太晚去冰塊就沒了。今天買到的是難得在美式賣場能看到的澳洲板腱，因為通常買到的都是美牛居多，就美式賣場嘛。這邊有個大細節，如果它的外包裝寫着這一段 Grain Fed Beef， 買就對了。這一段指的是谷飼牛，通常我們印象中澳洲牛是吃草吧？但如果是澳洲谷飼牛，就代表它有一段時間吃草，在肥育期間呢，就會送去吃谷物。所以肉質風味上會更加清爽，而美牛則是比較着重在谷飼的天數，所以油花自然比較豐厚一些。但重點是它跟美牛的 choice 價錢差不多啊。板腱本來就不是追求油花的部位，所以就算買草飼我也能接受，而買到谷飼則是專欄。板腱修青之前教過了，各位可以點擊右上角複習一下吧。這邊是修下來的青肉，以家庭的用途來說，真正的損耗只有油塊而已。其他那些筋燉一燉都可以吃，所以實際上損耗非常少哦。拿來煉牛油，你在飲控想都別想。我覺得有差1咪咪而已，1咪咪。我們加壓3分鐘。好。療程期間還得定期回診，除了抽血驗尿追蹤身體數據之外，還要打點滴修復肝臟功能。原來我已經有脂肪肝了啊，又不是在養兒肝，唉。到了，我接。來人啊！取一半的板腱青肉放在網架上，撒滿鹽跟胡椒，盤子底下也鋪滿粗鹽。沒錯，之前教過各位，牛肉最好先脫水至少1天，肉會變得更緊實，香氣濃郁。而這一次我們要極端一點，把時間拉長到3天。我之前一直強調過，撒鹽脫水談不上熟成。只是鹽分改變了蛋白質結構而已，對整塊肉而言影響甚少。而時間拉長後，酵素就會開始介入，除了改變肉質，也開始出現微乳酸的味道。微哦，這使得肉摸起來已經跟3天前完全不一樣了，顏色比較深，而且 Q 彈緊實，表面不黏。3天對家用冰箱來說已經是極限了，沒有做好溫濕度及環境滅菌管控，再放下去只會壞掉而已。雖然還是談不上熟成，但是會有幫助嗎？答案是有的哦。脫水3天的牛肉可以大大降低你煎牛排的技術門檻。我故意把它們煎得很老，甚至讓切面都呈現灰色。很多人在家煎出來都這樣子，對吧？正常來說，這樣牛排外層都太老了，但是我實際吃起來卻是超嫩哦。哇，嫩，超嫩。但我先說哦，這只是加分，降低你的料理門檻。我還是希望你以後好好學習煎牛排啦。許多人在飲控一定會經歷過舒肥雞胸肉這一關，但通常會遇到2個問題：第一個，外面買的你覺得太老；第二個，自己做了冷凍過後一樣老。我今天提出3個讓舒肥雞胸肉變得更美味的方案。第一個，鹽水。我在節目中經常教各位用鹽水把雞胸肉變嫩，但是舒肥已經夠軟了，有必要再用鹽水浸泡嗎？其實還是有的哦。今天帶你們用5%的鹽水來做個實驗。蝦米5%會不會太鹹啊？
放心啦，鹽濃度越高，時間縮短就好啦。雞胸肉拆封後，用過濾水沖洗一下，因為雞肉的體液悶在袋子裡一段時間，難免會有點味道。把水分瀝乾，加到一個乾淨的鋼盆裡面。另外留2塊起來，不要泡鹽水，做對照組，這樣我們就能得到有鹽水跟有無冷凍的4組數據。今天用的是5%的鹽水，我們泡2個小時就可以了。浸泡鹽水同時，你可以依喜好加入香料。如果你要做多種口味，那麼黑白胡椒則是通用。攪拌一下，確認胡椒都有分布均勻，鹽水有確實醃過雞肉。好啦，計時2個小時，放冰箱。至於這2片先放冰箱等着吧，等最後再一起調味。今天會給出2種口味的雞胸肉，一個是了無新意的意式香草，但是你照我這樣子調絕對好吃。配方我後面會公布，我們先把乾燥的香料調成一罐。Shaky 搖一搖，我剛講的是英文哦。用調理機打蒜末，打細一點哦。這段期間你會有很多需要燙的、拌的料理，這種細的蒜末會讓你快速完成調味。第二個是我最喜歡的剝皮辣椒口味，除了辣辣的好吃之外，調味也是最簡單的，只要連汁帶肉一起打碎就好了，多打一點沒關係，可以跟上次我教的剖布子醬各混一點在燙青菜裡面，超好吃。2個小時到了，我們先從沒有泡鹽水的開始醃，就跟一般做舒肥雞胸的程序一樣，撒上需要調味的鹽，還有香料，還有剛剛打的蒜末，淋一點巴薩米克醋，抓一抓，讓調味料滲透到每個細縫中，最後就是入袋加點油開始舒肥。我們先蓋上保鮮膜在旁邊靜置，接着處理泡鹽水版的，把雞胸肉打撈起來水瀝乾，跟前面做的事情一樣，加滿調味料，再全部裝進夾鏈袋。最後再加點橄欖油，相形之下，剝皮辣椒口味就簡單多了。只要倒進剝皮辣椒醬、蒜末，一點點橄欖油，抓一抓就好啦，好吃又簡單。所以第二個方案就是加油好嗎？油除了讓香料的香味分布得更均勻之外，還能保護肉質吃起來更滑順。另外，油也能填補袋子裡的空隙，幫助你排除更多空氣。對這種水排法是非常必要哦。所以你會發現市售的舒肥雞胸肉都沒有加油，因為油貴呀。而且飲控的時候必須要攝取好的油脂，所以這邊自然用的是冷壓粗榨橄欖油。再來準備一堆夾子，拿一個網架把雞胸肉像晾衣服一樣夾起來，這樣就能減少重疊，增加導熱效率。舒肥一定要做好水域流動管理，如果什麼都不做就直接丟下鍋，那麼重疊到的區域就會產生生肉的斷層，很危險。第3個方案也是最敏感的問題，就是溫度。根據衛福部的建議，舒肥雞胸肉的中心溫度應該為65度維持3分鐘，70度維持30秒，比較安全。但老實說啦，這個溫度做出來其實，就是你超商買到那種口感。但是沒辦法，作為開架商品，應該要符合更高的安全規範。YouTube 是公開平台，我不能教你們，我最喜歡60度1個小時。當然，你對溫度還有衛生的掌控也得更加嚴格。除了平常的洗手、工具消毒、做好水域流動管理之外，舒肥後起鍋第一個動作就是冰鎮，這就是我叫你們挖冰塊回來的原因。你必須立刻丟進冰水裡面斷開溫度，一是避免繼續後熟，二是降到安全溫度，並且要確保是冰塊沒有融化的冰水，至少浸泡30到45分鐘後再撈起來擦乾淨冷凍。期間你得不時翻攪，減少溫差死角，以及適時補充冰塊。如果你要繼續舒肥下一鍋，也可以趁這個時候進行。好了，已經到隔天了。我拿出意式香草口味4個樣本，有鹽水跟沒鹽水，各取1塊，經過冷凍再解凍。另外2塊則是冰鎮後直接進冷藏。我在盤子上貼4個標籤，避免混淆。每一組各切3片下來，從頭段切到中段，分別進行試吃。這一次主要的目的是要解決冷凍後口感變差的問題，還有鹽水究竟對舒肥雞胸肉有沒有幫助。結果出爐，令我蠻意外的是，本來以為前2名一定是冷藏組，但結果第2名卻是有鹽水的冷凍組，第1名毫無懸念的是有鹽水的冷藏組，沒有鹽水的冷藏冷凍組分別第3、4名，而且彼此差距蠻明顯的哦。這就說明了鹽水能使蛋白質結構更加穩定，在舒肥過程能保留住更多水分，也能補償冷凍損傷。搞定了舒肥雞胸肉的問題，進入出餐實戰，切點綜合菇類放進烤盤裡面，可以加點洋蔥在裡面。切片雞胸肉，通常我都是吃冷的，因為在加熱的話肉可能會變老，但如果你表面煎一下再切倒是無所謂，畢竟我們泡過鹽水還是扛得住啦。袋子裡的調味料很重要哦，直接淋在菇類上面，這樣你就同時擁有了肉汁、橄欖油還有調味啦，是不是超方便？調味步驟都幫你省下來了，就這樣子進烤箱烤熟就好。抓個時間燙青花菜，烤菇類好了。
青花菜起鍋，好了，這樣子一餐就完成了，是不是超級快？如果你偏好熟食類，那雞胸肉就是你最棒的選擇。按照我提出的3個方案去做雞胸肉，保證軟嫩多汁又好吃。我蠻推薦在你的飲控菜單裡面加入雪莉醋，畢竟飲控的過程最怕乏味沒有食慾。酸味雖然能很好的刺激食慾，但是有些太嗆吃不了，有些偏甜。而雪莉醋雖然酸味偏高，但是它具有很強烈的香氣。雪莉油醋跟一般的意式油醋做法差不多，只是會加入蛋還有蝶龍芥末增加稠度，這可以讓你的調味更好的覆蓋食材。我們使用煮熟的蛋黃，這可以很好解決生蛋的保存問題。我們只需要把蛋黃用湯匙壓碎，再加入所有的香料，包括蒜頭還有蝶龍芥末，最後加入雪莉醋還有冷壓初榨橄欖油，像一般打沙拉一樣慢慢打，讓它乳化就完成了。但是這不算完全乳化哦，因為我們用的是全熟的蛋黃，做出來的質地雖然濃稠，但是會有點懸浮感。加入洋蔥碎會更好吃，但是考慮保存的話，我就不建議混進去了。生魚片沙拉是我最喜歡的出餐方式，因為生菜平常都有泡水，你只需要脫水擺盤，擺上洋蔥、玉米粒，還有泡過水的海帶芽。刀工不好沒關係，沒有人會笑你，你只需要做好低溫及衛生管理就好。怕吃膩的話，你可以一天吃鮪魚，一天吃鮭魚，或者要炙燒也可以，但是分量還是要依照營養師的建議哦。我的工作是教你把料理變好吃而已。最後再淋上雪莉油醋，雪莉醋的酸度偏高，所以一次不要下太多哦。好了，這一道速速出餐的生魚片沙拉就完成了。通常我都是安排在午餐，因為工作中途停下來做這個最快。最後溫馨提醒，橄欖油到底還是油，你一天所攝取的油量還是要依照營養師的建議哦。療程有漫長的4個月，我得很有紀律的每天量體重，3餐配套上傳，按時吃藥，這真的很有毅力才能辦得到哦。雖說減重過程每天體重的起伏是正常的，但看到數字的波動，我心裡難免會想，我真的做得到嗎？好，回去我們來測量一下血糖的數值哦。我覺得沒問題。我想看一下，我最在意的維生素 D 好，真的非常棒，维生素 D 補起來了。那我們後續初日診所有開發一個超方便的 App， 能記錄你每次的測量數值，還能記錄飲食，有線上營養師每天給出飲食建議，回診時也能討論階段狀況，所以在飲控這條路上你並不孤單哦。做個減脂版的昆布柴魚醬油，其實就是把味淋還有糖拿掉而已，把昆布剪成小片，這樣子泡水比較快。我們得讓昆布浸泡冷水，讓它完全伸展開來，這樣就能在短時間之內萃取味道。柴魚片中也含有烏媽咪，這會跟昆布產生協同效應，讓鮮味放大。大約煮到70到80度就可以關火了。接着下柴魚片，蓋上蓋子燜20分鐘。過濾把湯汁瀝出來，再倒回原鍋加入醬油。這時的水量約為醬油的2倍左右，已經可以當做蘸醬了，但是還是偏鹹。你可以依照喜好兌上3到4杯的水，或者你有更多用途，事後再加也好。但不管你有沒有再加水，你都要上爐台再煮滾一遍，這是為了確保殺菌，方便你日後保存。這樣子自己做的話，就不會攝取過多的糖分，而且可以依喜好讓柴魚味更濃哦。這種長得很奇怪、有5爪葉片的，其實是地瓜葉哦。這在菜市場俗稱日本地瓜葉，只是好聽而已啦，跟日本沒什麼關係。它雖然長着5爪形狀，但是沒有鋸齒，不用怕惹麻煩。跟一般常吃的新型地瓜葉比起來，我個人覺得它更嫩一點，而且不需要撕去老筋哦，只需要把梗跟葉子中間的筋折斷就好了，只是方便吃的時候比較好夾而已。沒有脫水的牛肉就是用在這邊哦。你可以在牛肉還沒完全退冰的狀態下切，肉會比較挺，更容易切成薄片。好了，燒一鍋水燙地瓜葉，蓋上蓋子快速升溫，大約燙2到3分鐘。我個人比較喜歡吃軟一點。起鍋趁熱加入鹽、蒜末、橄欖油進行調味。剛剛煮菜的水滾了，繼續下牛肉，快速打散，確認牛肉沒有重疊到，繼續攪拌，確認表面沒有生肉色，就趕快撈起來。燙到全熟就等着吃牛肉乾啦。剛剛煮的柴魚醬油加入3到4杯的水稀釋，倒進牛肉裡面泡着，加入一大把洋蔥碎跟蔥花，
好了，一樣快速出餐的牛肉壽喜燒定食就完成了。洋蔥可以帶來天然的甜味，當然你要用蘿蔔泥也是可以哦。馬鈴薯事先就煮好了，你可以吃冷的或者微波加熱也可以。有蛋白質、蔬菜、優質澱粉，這一餐營養超均衡。當然各位醬汁的用量可以再少一點啦，這是為了拍攝效果好看而已。重點是牛肉不要燙太老，才能吃到粉嫩的壽喜燒哦。前面不是一直提到了膽固醇過高嗎？而脂蛋白代謝評估是初日的特色項目，不是每家診所都有哦。它不只看膽固醇，而是深入分析脂肪在血液中怎麼被運輸與代謝，例如脂蛋白的大小、數量與功能，幫助我們更早發現心血管風險，也能讓醫師更精準調整你的體重管理方向。最後是飲控族群最大問題，也是大忌，熱炒到底能不能吃？大部分營養師都跟你說不行，因為熱炒類免不了高油高澱粉，熱炒的前置動作都是撒鹽、胡椒、抓醃，這邊都沒問題。就算加蛋液也沒問題，但是問題是澱粉，因為濃稠的醬汁才能扒得住食材啊。但是不加澱粉要怎麼做出濃稠度呢？答案還是有的哦。今天是有求必應，就是這個洋車前子粉。這個通常只會加在飲品裡面，喝起來滑溜滑溜的。由於洋車前子粉吸水會膨脹，顆粒呈現膠狀，有點像三粉圓那種口感。但由於它磨得很細，所以濃度提高時也會有粘稠感。研磨的精細度有分80目跟40目，右邊是40目比較粗，適合泡在飲品。而這次料理上我們用較細的80目。使用方法跟太白粉大同小異，撒在肉上面抓一抓就好了。這能保護肉質，又能在烹煮過程對醬汁帶來稠度。但它到底不是澱粉，洋車前子是水溶性的，並不耐油，所以下鍋熱油炒過，它會逐漸剝落，不會像太白粉一樣形成堅固的麵衣。但對於熱炒這種快節奏的料理，問題不大。開始之前準備一鍋熱水放旁邊保溫，跟一般的熱炒一樣，從冷鍋冷油下鍋，再開小火慢慢加熱，把肉片炒到定型。一開始保持小火就好，慢慢把肉推開。肉炒散後再把火開大一點。要小心炒哦，這種粉很容易剝落。炒到肉片定型起鍋，原鍋回爐台繼續炒蒜末，動作要快哦，因為鍋底已經有沾到洋車前子粉了。但我們的蒜末很細，很快就可以炒出香氣了。下空心菜，料鍋旁邊煮好了滾水，快速帶出蒸汽。開大火快炒，鍋底的洋車前子粉跟肉汁會煮進水裡面變成湯汁，加點鹽做基本的鹹味。快速翻炒幾下，牛肉回鍋，一點點柴魚醬油做增色跟提味，繼續大火快炒。肉片表面的洋車前子粉會融進湯匙裡面，變成濃稠狀。好了，起鍋。好了，不加澱粉的空心菜炒牛肉就完成了。洋車前子粉確實可以讓醬汁變得濃稠，而且順利覆蓋在食材上面。這會讓你的料理吃起來更有滋味。但是溫馨提醒哦，雖然一樣用的是冷壓初榨橄欖油，也沒有放糖跟澱粉，但是畢竟熱炒的鈉含量跟油量是偏高，各位還是要依照你的飲食狀況去分配使用頻率。好，李醫師，哇，終於來到這天了，我們要來驗收你的成果了。體態上差很多哎，厚度差很多哎，差很多，很厲害哦。之前的話，肚圍有到103了。哦，現在是90，所以減了13公分，13公分差很多。皮帶已經倒退4個洞，置裝費可以省下來。对，之前是下午的時候，就是突然会一下就掉電，完全沒有力，然後手抖。最近下午都沒有這種感覺，就算沒有登記的話，也不會這樣子。因為你現在血糖的反應已經脫離初期那種糖尿病前期的狀況，所以你的血糖的波動度、穩定度其實跟你看差很多。好了，這樣減重療程終於結束了，可以開始吃大餐了。走吧，我們去吃壽司郎。好，我要他們監督一下你怎麼吃。好，監督我，走。改變的起步很難，但只要一開頭，生活就會完全不同。當你習慣後，甚至會開始享受其中。健康與體態大多來自飲食，那我們就從飲食下手。而這期並不只針對飲控，更是一個全面的備餐指南。即使你沒有在減重，也完全適用。就算你減重成功，也依然會想繼續用這樣的方式料理下去。我是 Chris， 一起為健康做美味料理吧。雖然還是會做邪惡料理啦。